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您亲自点赞赞助播出的节目《亚当球鞋》，欢迎大家。自从玉帅泵这一个系列取消之后，玉帅这一条线就一直不温不火。从玉帅15到17，感觉这一个国产篮球鞋历史上最为悠久的系列，好像正在逐渐的淡出大家的视野。以前出去打球穿李宁的大多数都是玉帅，但是现在大家出去问身边的朋友，李宁的团队旗舰是哪一个鞋款？那我相信其中的绝大多数回答可能都会是利刃。确实这2年利刃这一个系列在实战方面有着巨大的进步，在宣发方面做的也非常到位。但是在我心里，玉帅这一个系列在李宁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它就像耐克当年的 Hyperdunk 这一个系列也确实跟玉帅很像，在这一个系列当中也确实也有几双实战不那么出色的鞋款，但是我们不会去否认它就是耐克最为出色的团队系列。现在的 GT 系列也确实特别强，但是它跟利刃相同，还缺少了那么一点点时间的沉淀。而玉帅在经历了15到17这3代的不温不火之后，这一次的18代再一次的证明了自己，证明了这个系列的价值。虽然它不是配置最高的，价格也不是最便宜的，但是它就是在这一个价位段最值得购买的团队鞋款。不同于之前几代一上来先给大家来一个高帮版本，后续再给大家推出低帮的 V2 版本，这一次的玉帅18一上来就以低帮的形态进行发售。整体的外观颜值你觉得如何呢？虽然我手上这一个粉色我总觉得它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在碰瓷 KD 乳腺癌的意思，但是有一说一，整体的色彩以及这个翅膀形态的 logo 都还是挺好看的，并且在重量方面它控制的也非常不错，单支42码364克，再加上它合适的重量配比，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十分轻质，完全不会成为我们在球场上的负担。至于它的脚型适配，先来说说它的尺码选择。这一双鞋是不偏码的，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42码，非常合适，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它的鞋楦略微有一些偏宽，宽脚的兄弟也可以进行选择。我正常略微偏窄的脚型穿上这一双鞋之后，除了在球鞋前段会有一些多余的空间之外，其他部位的包裹都非常出色。而且窄脚的兄弟们也完全不需要去担心它在包裹方面会有什么问题。偏滑的鞋带加上鞋带与鞋带孔之间较小的摩擦力，只要稍微用那么一点力鞋带就能够很轻松的被我们拉紧。不过因为它的鞋带材质略微有一些偏滑，在实战的过程中鞋带经常会散。那如果大家买了这一双鞋，在实战的时候尽量还是去系2个结，这样能尽可能的保证它在包裹方面的持久性，在实战的过程中也能尽可能的减少这种鞋带散掉的情况，好吧？至于它的整体锁定，玉帅18表现的非常出色。虽然在球鞋前段对于像我这样脚型偏窄的人来说会有那么一点点偏宽，但是在实战的过程中，双脚在鞋内几乎没有出现过位移的情况。而它中后段的锁定，我觉得用完美来形容都不会过分，完全不会有任何掉跟的感觉。整体的鞋脚一体性非常出色，非常棒。之前玉帅 Ultra 身上那种鞋面带不起中底的感觉，在这一双鞋身上完全不存在。不过有一点大家必须要了解到，就是在上脚初期的时候，它后跟处凸起的小枕头会有一点点顶我们的跟腱，但是在磨合个差不多大概半小时左右的时间之后，这种感觉就会完全消失。其他在包裹方面，我觉得它的整体表现非常优秀，绝对是处于第1梯队的水平，没有任何舒适度或者是包裹方面的问题。而且合适的内部填充以及部分区域的鞋面开孔，也让它在透气性方面有着还算不错的表现。即使是夏天穿它出去打球，捂脚的情况也不会特别的明显。而它的鞋面在保证了舒适度以及包裹力度的同时，在强度方面也同样有着出色的表现。高密度的针织材料与 TPU 丝的组合，再加上球鞋侧面的热熔材料补强，让它拥有了较低的鞋面延展性，并且球鞋在侧面也做出了大底的橡胶上翻，中段的 TPU 键也在外侧做出了比较大面
积的延伸，进一步提升了球鞋的侧向支撑。不管做什么动作，它的鞋面都可以很好的兜住我们的双脚，而且它中底的这一块 TPU 材料硬度适中，不仅不会影响到它的弯折，在强度方面也有保证。大体重的球员穿它去做一些对抗蹬地动作的时候，脚底下的球鞋也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用来进行高强度的实战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这一块 TPU 还延伸至了前掌，对于中底的滚动感会有一定的加成，在跑动或者发力突破时，我也能感觉到这一块前插的 TPU 所提供给我的推进感，感觉真的非常棒。而且整个中底的调教做的也非常优秀，前掌足够贴地，后掌又有一定的厚度，保证了后跟的缓震。我180斤的体重，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震脚的感觉也不是特别明显。这一套中底算是照顾到了大部分球员的需求，场地感、反应性、缓震，你们想要的它都能提供。不过为了得到这一系列的东西，它的前后落差会稍微有一点点偏大，会有一点点前低后高的感觉。不过大家可以放心啊，落差并不是特别的大，不管是习惯使用前掌跑动还是全掌跑动的球员，选择它都没有问题，都可以得到比较不错的跑动感受。而它的整体稳定性表现也同样非常棒，宽大的大底加上较低的中底重心，虽然后跟处的中底材料有着大面积的外露，但是它的中底材料密度较高，后跟外侧的硬度还是比较高的，不存在什么崴脚的风险。穿它打球，脚底下非常放心，做动作的时候完全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大家可以放心。大底使用了前掌的 GCU 外底，后掌则为普通橡胶。GCU 大底，我相信大家应该已经不陌生了吧，都比较熟悉了，对吧？在干净的场地上面，它能有着跟 UA Flow 几乎相同的抓地表现。在有灰尘的场地上，抓地确实会有所下降，但是整体表现也绝对算得上是优秀的。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耐磨版本的 Flow， 我相信这样应该会更好理解一些，对吧？当然，虽然它确实比 Flow 要更耐磨一些，但是如果你想要用来打外场的话，还是会比较困难的。我是更加推荐大家只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使用，室外的塑胶场地问题也不大，但是水泥地大家就不要去尝试了，这个底肯定是吃不消的，好吧？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S 减，这一双鞋的整体实战表现非常出色，非常的全能。我觉得这一双鞋的实战体验会比之前的预帅 Ultra 更为出色。预帅 Ultra 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的鞋面和中底有一点不太匹配，最近复刻的 HD 2017 Low 我觉得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鞋面都有一点没有办法带起它们的中底，导致了整一双鞋的鞋脚一体性并不是那么的出色。而预帅18，它各方面的搭配做的都恰到好处，它有着出色的中底调教，优秀的鞋脚一体性，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棒。而且现在大部分配色都在300左右的这一个价位段，我觉得它就是这个价位段最值得购入的团队鞋款，甚至没有之一。甚至我觉得在300到500这个价位段，它就是那一双实战体验最为出色的鞋款。利刃4 V2 确实很帅，实战性能也一定不会差，但是它的价格其实我看了都有点没有办法接受。最主要的是我不相信利刃4 V2 和这一双预帅18之间在性能方面的差距会有它们价格之间的差距来的那么的大。如果你的预算就在300这个价位段，选择预帅18，你一定不会失望。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记得要点击关注哦。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